哇，哎，等，不行，我的心突然间跳很快，这样。你没事吧？你 OK 吗？不是，可能是因为最近工作多，所以呢就有压力，然后有压力人容易累，然后就吃很多重口味的东西。突然间心跳很快，哇，怎么办啊？你要注意耶，像现在这种心血管疾病，往往是杀人于无形。很多人发病之前没有什么症状。哎，我也是听人家讲，如果这个心血管有问题的话，连自己都不懂的。对啊，好，放心啊。既然你这样子，我安排一个心血管的专家帮你看看一下，好不好？让你心安理得。好，胸口闷容易喘，是不是心脏在拉警报呢？心血管疾病为什么总是无声杀手？那三高问题和心脏有什么关系？吃什么、动多少、睡得好不好是有影响的吗？通通在这一集的医疗大小事，一起长知识。哎，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个嘉宾呢，是非常适合聊我们今天心血管健康的课题。毕竟他曾经亲身经历过。哇，那马上请他出来，好，马上欢迎陈建斌大哥以及心脏内科医生谢思立谢医生，请坐，医生请坐，来，斌哥请坐。谢谢。哇，真的，我觉得，当然，斌哥他发生那件事情，整个过程我都是在现场，但是今天由他这个亲口讲出来，我觉得会更精彩。当然，当时我跟国华一起拍一个短片，对，那拍到一半，我就觉得有点全身无力，是，然后又很冷，然后又飙汗，是，我就说，哎，我要休息一下，是，对呀，那休息一下，喝一杯水之后，就觉得好一点，就继续拍，哎，不行了，这个症状又来了，而且觉得哇特别冷，越来越严重，我就想去一个没有冷气的地方，可是那个地方是21、22度，不可能冷到这样的，我就冲去电梯。对，坐电梯下去那个 loading unloading 的地方，对，就卸货的地方，没有冷气，没有冷气，对。可是那个时候开始不行了，心开始痛，是，跟着来的是呼吸困难，对。那个时候他呼吸很用力，因为我看到他呼吸的时候是，那你当下你有没有吓到？当下我是吓到，然后我抓住他的手的时候，他抓到我的手是真的很痛，我是。紧紧的，他是紧紧的，而且我感受到他是在叫救命。我说国航，我不行，对，我不行，我要去医院。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摸他的背后，全部都是汗，然后我就知道应该是很严重。那你才打电话，我就打电话叫救伤车。是多久？其实大概10来分钟就到了。那个时候他表演的衣服又要扣钮啊，打波台，然后我就赶快把它全部解开，然后拖鞋、袜子也帮他抽出来。然后就不要让太多人进来。然后其实他那个时候他辛苦的时候他趴住，对，因为我就不让他趴嘛，对。然后我就把他身体拉过来靠住那个椅背，再拿一张椅子给他的脚放在那边，给他整个人坐直一点，给他呼吸比较顺畅一点。这样做是对的吗？最重要就是让病人比较呼吸还正常，比较舒服一点。如果你更不舒服，可能更怕、更紧张，可能会问题就更严重。一般上如果说有人也是心脏病爆发的话，有没有什么急救措施是可以做？对，当然讲最重要还是尽快叫救护车。如果你尽快到了医院，就可以尽早的治疗。是。如果你在那时如果比如说可以确定一个病人是心脏病爆发，你当然讲你给他一些氧气。所以那时候你第一次做那个紧急手术是做什么手术 ？balloon，就是这里开2个洞。是，那这个痕迹还在，对，他是提醒你，你要记住，痕迹还在。这个是他麻醉这里而已，是我是清醒的。我第一条堵塞99%，哇，第2条堵塞90%，哇，所以我第1条是放1个支架，对，第2条是放2个支架。我们的心脏和血管是成一个心血管系统，当然讲我们的心脏很重要，它就好像一个泵，它把血全部跳动呢，把它供应到我们的器官啊、脚啊、我的脑部各个部位了。对，如果说你的心脏如果跳动不好，就是说你的心脏衰竭，或者心血管如果有阻塞的话，那当然就会影响到所有的血液循环。是，更重要就是说我们心脏本身呢，也需要冠状动脉来输入血液到它的心脏。如果这些血管塞住的话，你的心脏就会直接的损伤，就会导致心脏病爆发。刚才斌哥有特别讲，平时都没什么症状，对，是。那病因又是什么？心血管疾病有好几种因素，当然讲我们所说的不可控的因素，年纪、
男性家族历史，就说如果他们年轻的时候，比如说50岁以下就有心脏病爆发，那他可能你的风险就会来得比较高。最重要的可控因素，第一就是吸烟。OK，吸烟本身会增加你会有心脏病爆发的风险3到4倍。我没有吸，我旁边很多人呢，旁边很多。其实二手烟也会影响，对吗？对，二手烟当然会影响二手烟。那第二就是说到我们所说的三高啦，高糖、高血压，还有高胆固醇。是，糖尿病患者会有心脏病爆发的风险也是增高到1倍到2倍。糖尿病有吗？有。 OK， 高胆固醇有吗？偏高。偏高哦。OK， 高血压有吗？没有，血压正常。OK， 好。除此之外呢，当然讲还有其他生活方式，就是说有没有睡眠足够，有没有多做运动，会不会肥胖啊？是啊，所以饮食，比如说你多吃肉啊，吃油的啊，多吃盐分，都会增加你的风险。是。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迷思，好不好？好啊，来啊，因为我知道医生有准备一些考题要考我们，所以我们3位都要接受考验了。好，来，我们迷思第一题：男性和女性在心脏病发时会有不一样的症状，真还是假？3、2、1， 1，真假不一样，体质都不一样嘛。是。我是觉得是假了，因为我是觉得心脏应该会有问题，应该一定就是什么心悸、心绞痛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一样的表现，应该不会不一样了。答案是真。哇，真的是。我们所了解的典型心脏症状呢，就是说胸闷啊、气短、冒冷汗，往往都是男性的症状。女性当然讲也是会有胸闷，不过她们也会有比较非典型的症状。OK， 比如恶心、呕吐、背部或者甚至下颚疼痛的这些非下颚疼痛，下颚这里疼痛。 OK， 好了，第2题来。好，第2题，心脏衰竭都是由心脏病造成的。哇，当然是假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觉得是假？第一个理由是。你老了，就会心脏衰竭、衰退啊。我觉得说 ，OK， 我们体内的零件如果受损的话，不可能只有单一的一个原因，对，导致他的那个心血管有问题，一定还有其他原因的，包括可能因为他没有运动，他好吃懒做，他整天打游戏机。OK， 来，医生，正确答案是假。哦，假？哇塞！刚才说到心脏病是讲心脏血管阻塞，确实是说血管阻塞是心脏衰竭最大的原因，大约50%到60%的病患者都是因为心脏血管疾病。OK， 不过同时呢，有些人也是因为，比如说高血压，糖尿病、肾脏衰竭，甚至你记得前阵子冠病，也有人导致心脏发炎而导致心脏衰竭。所以心脏衰竭就是说心脏没有力，有很多种原因。是。最普遍是心血管，不过也有很多其他的问题。好，第3题。好，即使戒烟多年，曾经吸烟的人风险仍高于未吸烟者。不用想了。 OK， 假，真，我是真。因为吸烟者啊，他的肺啊，其实已经严重受损了啊。就算他停止吸烟，若干年，可能也是没有办法还原到那种健康的那种阶段。是。所以我想他的风险还是有一定会比一般人高的。我有听说过，如果你戒烟了之后，你在肺部的那些尼古丁就会慢慢没有，但是不会100%。对，答案是假。哇！对，当然讲戒烟的好处，其实从戒烟的那一刻起开始，无论年龄大小，吸烟多久呢，或者每天吸多少烟，是，只要戒烟超过1年以后呢，你的心脏病的风险就减到1半。而如果10年后，它的风险其实就会跟从未吸烟的人相同。这不代表说你的血管里面没有斑块，不是说你肺已经完全变成正常，不过你会心脏病爆发的可能性就减低了。最后一题了，是黑巧克力对心脏健康有益，真还是假？真，你呢应？该是真吧？应该是真哦，我就拿真哦。 OK， 我是好像有听过，说是有帮助，但是原因我是忘记。因为它糖分很低的，是，所以好像我们糖尿病的人，我都是买了黑巧克力来吃，或者买它注明是 diabetes 可以吃的，是 OK， 所以我想应该对心脏是至少无害。真还是假？大家都对。我以前满分的。
当然我们所说的黑巧克力就是 dark chocolate 里面就是含巧克力多过80%，可可粉中含有一个天然物体叫做 flavonoids， 它有助于减低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，同时也可以预防血液的凝固，这都可以减低脑中风以及心血管整体的风险。哎，总结分数嘞？分数我获得2分，斌哥获得3分，马哥满分4分，哎呦，厉害哈！是啦。我来问一下这个医生哦，我们重点还是要预防嘛，对。但是我们能够做什么来预防？对，当然讲要预防呢，最终我们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。第一，不要肥胖。如果说到肥胖呢，我们就说我们的 BMI 最好23以下。OK， 除了 BMI， 也要看身体里面脂肪高，那你的糖尿病的风险也会增高。第二呢，就要多做运动。运动我们还是推荐大家1个星期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做大约150分钟。那就比如说1个星期5天，每次做30分钟的适量运动。OK。除此之外，就不要喝酒，不要吸烟。饮食呢，就是说多吃水果、蔬菜，少吃红肉啊、油炸的东西，多脂肪的烧烤之类的东西。而且很重要就是压力不要太多。要多休息，睡眠要足够，睡眠很重要，因为如果睡眠不好，也会有高血压，是吗？对，是为什么？对，第一当然讲你睡眠不足，我们的身体调理就比较不好，当然这些荷尔蒙可能会导致你的血压来得比较高，就升高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就是有些人睡眠的数字不好，为什么呢？就有时候他们呼吸不好。有一种症状就是睡眠呼吸暂停。有。就是说你睡觉的时候，突然间好像打呼很大声，然后如果你的枕边人会了解，你好像突然间30秒钟没有呼吸。这一阵子呢，你的整身就缺氧，因为你没有呼吸，那整身就压力就比较高，所以这些病人呢，他们的血压都会来得比较偏高，而且会有心脏病、心梗的风险也会调高。是。那每次我听人家讲说什么量血压一定要什么不懂什么白灯啊，手要，搞得真的我都不懂是要这样放，要这样放，还是要这样放，还是这样放，很乱了。他是不是有一个正式的一个姿势？好，我们可以来示范一下。好，来，我就用这个仪器，大家来，一个模特儿，先脱衣。哎呦，有这么严重吗 ？OK， 来，你把这放在。哇，陈建斌，你的 T 恤还有陈建斌啊？他怕人家认不出他。 OK， 来，放好，放松，然后放轻松，普通呼吸不要紧张，休息一阵子。然后我们就按。那医生，你刚才贴的时候，那个也有讲究吗？其实现在的这些不会太紧，因为它当下增压的时候，它会自动紧的。跌下来了。 OK， 对，所以它的那个sensor要对什么地方？我们的血管呢，其实就在靠近我的手肘这个地方，对，就在前面，所以它就要靠近这个部位。来，所以血压就量到了，结果出来了，很好。所以其实你的血压现在是收缩压132，而舒张压76，很好。那就是说，平常他的血压其实会更好，会更低一点点。我平常量一般是120多。正常一般的数据是多少？所以当然讲，我们也要看年龄、看时间。如果白天的时候呢，比如说在家里休息状况，如果收缩压少过130，舒张压少过80最好。如果你到医院看医生的时候可能就比较紧张了。是。那我们可能接受你的收缩压是140，或者舒张压90。随着我们年龄增长呢，其实我们的血管都开始有一点老化、硬化，所以当我们心跳的时候，血压就会高一点点。不过但同时呢，血压高并不代表那是一个好事情，对吗？因为你的血压高，就是说你的脑部微血管的有的压力都比较高，是，所以血管更容易破裂或者硬化的风险也会来得增高。没错。所以不论如何，如果能接受的话，我们还是要把血压降低一点点，所以可以减低将来会有并发的风险。是。好，欢迎黄佩君营养师加入我们的话题哈。是的。OK， 说到这个吃这个饮食均衡很重要但是有什么样的地方注意吗？是。在饮食上呢，我们可以采用健康餐盘来规划我们每一餐吃什么和吃多少。OK， 我帮你拿着，你来比比较好。好，一半是由蔬菜水果组成，那么还有另外的1/4是由碳水化合物，最好是全谷物组成的，然后剩余的1/4是由蛋白质食物组成。那么今
天呢特别为大家预备了一个午餐的一个餐盘，有这个三文鱼、小番茄、玉米笋，然后还有这个是糙米饭，还少了一个蔬菜很重要的西兰花。西兰花，对。我想问一下，这个的量是正常的1人份的量吗？还是说它只是一个概念，说比例啦？是比例。这么多鱼肉，为什么你选三文鱼啊？因为呢，三文鱼含有很丰富的Omega-3，特别是对心脏有益的Omega-3、EPA 和 DHA。OK， 除了这个三文鱼之外，还有什么鱼它是含有这个很高的 Omega-3？基本上呢，我都会教育大众呢用3个 S。你第一个 S 说对了，就是 salmon 三文鱼，三文第一个是能吃的。OK。第2个 S 是 saba，第3个 S 就是 sardine 沙丁鱼。沙丁鱼？沙丁鱼对啊。可是不是罐头的吧？罐头的，因为里头的那个钠就是盐的那个含量。那除了这3个 S， 还有没有别的鱼也？问得好，如果你把这3个 S 都记住了，再记多一个的字母就是 T， 金枪鱼，这些鱼都含有很丰富的 Omega-3、EPA 和 DHA。OK， 那1个礼拜推荐是要吃多少？类似这4种鱼啊。其实很多的健康组织，甚至是心脏学会呢，都会推荐1个礼拜至少吃2份的深海鱼。1份的鱼大约是我们的手掌掌心的大小。所以每个星期、每周至少吃2份的深海鱼。营养师，那你说 Omega-3这么重要嘛？那如果说我们吃的不是很足够的话，我们可以吃鱼油来补充。是的。但是我们怎么知道说我们身体有没有成功摄入足够的 Omega-3 呢？是。Omega-3是我们身体的细胞每一个都需要的。当我们摄取不足够的时候呢，最常见到的症状就是皮肤或者是头发变得干燥、脆弱，甚至是有皮疹的情况。如果我们做特定的血液检测的时候呢，有一个东西叫做 Omega-3 Index。是。这个到底是什么呢？就是 Omega-3、EPA 和 DHA 在血液里头的一个指数。如果这个指数是4%或者是更少的话，这个就代表我们身体的摄取不足了。理想的那个水平呢是8%或以上。有研究显示呢，每一天高量的 Omega-3、EPA 和 DHA， 高量是多高量呢？就是每一天1克的 Omega-3、EPA 和 DHA 呢，就可以从5个月，而在5个月内呢，就从低的指数提高到理想的水平。那么，如果真的是很难从饮食上摄取的话，就可以考虑从营养保健品当中补充，甚至是现在有一些营养保健品当中的 Omega-3、EPA 和 DHA 是从植物性的来源提取的，比如说藻类微藻微藻是一种藻类OK， 营养师，凭良心说，我吃了整10年的 Omega-3， 但是保健品对 ，OK， 是保健品来的，但是我也不知道它里面的含量到底够不够，有没有摄取到？对，到底应该怎么选择？好，所以我们要学会怎么读、怎么看产品上的营养标签。OK，一般上市场上的胶囊，1粒的胶囊含有1克的鱼油或者是藻油，但是要注意的，不是1克全部的鱼油或者是藻油都是 Omega-3。所以我们要看营养标签上所注明的 Omega-3到底是多少。甚至有时候呢，也不是所有的 Omega-3都是 EPA 和 DHA， 因为只有 EPA 和 DHA 是心脏研究里头所使用的有效成分。是。那饮食上还有其他的建议吗？要多摄取蔬菜，蔬菜含有很丰富的食物纤维，能够降低胆固醇。不但如此哦，蔬菜呢还有很多的抗氧化剂，特别是多种颜色的蔬菜，比如我们有红色的灯笼椒，有橙黄色的南瓜，还有紫蓝色的茄子，或者是绿叶蔬菜。那营养师为什么抗氧化剂那么重要呢？很多人都知道坏胆固醇很坏，对吧？但是你知不知道被氧化了的坏胆固醇是更坏？因为还进一步的导致脂肪或者胆固醇累积在血管内。所以抗氧化剂能够减少坏的脂肪被氧化。
好，那问一下医生哦，预防胜于治疗嘛，那除了我们的日常饮食可以注意之外，我们还能够做些什么？好，当然我们应该定期做身体检查。以心脏来说，我们可以做一个特别的检查，比如说做一个超声波扫描，来看一下心脏的构造，心脏心门开关有没有问题。之后我们会做更详细的体检，包括抽血检查，同时也可以做一个跑步机测试，它记录心脏对运动的反应。如果有些病患者也属于高风险的，甚至可以做一个心脏血管的钙化指数，同时做一个 CT 造影来看一下血管到底有没有堵住。筛查这方面是很重要嘛？冠心病通常就是在年纪比较大的病患者，比如说你40岁以上，或者50岁以上的女性，最好去做一些筛查。我们会看一下他们的家族历史，看一下他们有没有三高。会同时做一些简单检查，了解他们的风险。而更高风险的病患者，就是我们所说的，我们可能要做进一步更详细的检查，了解他们会不会有这些问题。所以这种筛查，你是建议是一般上多久做一次会比较好？最好如果开始每年或者每隔年做一些检查。如果发觉他们比如是属于高风险的病况呢，我们甚至需要每3到6个月都做一些复诊，包括抽血检查，看一下他们的状况。不过像彬哥现在你已经算是慢慢康复了嘛？营养师有没有什么好建议给彬哥呢？健康的生活习惯，特别是健康平均的饮食是很重要的。但是这不代表我们要放弃所有我们平时爱吃的食物，只是要做合理的控制。健康饮食也不代表食物都是难吃的、乏味的，不是，只是要在食材上做一些小配搭。最后记得要摄取足够的 Omega-3、EPA 和 DHA。我是希望大家能保持规律、健康的生活方式，定期做身体检查，不要忽略心血管的症状。而如果有什么任何症状，就要尽早咨询医护人员。是。今天听了这个营养师还有医生聊了这么多，也听了这个彬哥的亲身经历，我相信大家都明白这个心血管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。千万不要等到出事才开始重视，就太迟了哈。所以从今天起，你们一定要把健康放在心里面。是的，那这边再一次谢谢我们的谢医生，谢谢营养师，还有谢谢彬哥，谢谢。好，所以下一期和我们一起医疗大小事，一起长知识，拜拜。